上一秒还在缠绵悱恻，下一秒就变成命案现场。这个男人怎么也没想到，一次简单的艳遇会变成一场噩梦。当他从浴室出来时，床上的女人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，而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就是凶手。这事的起因还得从几天前说起。为了证明美女的豪车比二手车市场的更便宜，我偷偷跟着小美回了家。结果在她车座夹层里摸到了一个粉色手机，打开一看，我差点当场喷鼻血。视频里的小美大大方方地露出自己的身体，可还没等我关掉视频，车窗就被敲响了。小美站在外面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大哥，我的手机你看了吧？我赶紧下来，但手上特意把手机往口袋里塞了塞。我并不是想贪下小美这个手机，而是刚看了她那么多不穿衣服的视频，我有些不好意思面对她，也不好意思让她知道我悄悄看了她手机上的东西。小美在车上翻找了许久，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手机，神色逐渐变得失望。正当我以为她会就这么走时，小美忽然回头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哥，你真的没看见我的手机吗？我没有。小美长得实在是漂亮，被她那样的眼神盯着，我只感觉浑身上下越发燥热，说话也就结巴了几分。只是我一结巴，小美眼里的怀疑明显更浓。僵持了片刻，小美忽然上前一步，我本来就心虚，更是被她吓得直直往后退，一个没站稳，居然摔在了地上。小美却仍旧跟着我上前，猛地扑到了我身上。大哥，我的那些视频你看到了吧？小美陡然低头，在我耳边轻轻地呼出了一口带着甜香的热气。你还我手机，今晚我好好陪陪你。怎么样？我发誓我只是想还手机，可小美发来的那张照片让我彻底破防。她衣衫半截躺在床上，眼神勾魂摄魄。我冲进酒店后，她立马用手指轻轻勾着我的皮带，而下一秒，她的手已经探进了我的衬衫。我僵在原地，看着小美妩媚的笑容，心跳快得像是要蹦出来。她凑到我耳边轻声问：“大哥，视频好看吗？”我顿时慌了神，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故意的。她却用手指按住我的嘴唇，温热的呼吸喷在我脸上。别紧张，我还可以更美。我不知道小美口中的更美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从她解开我衬衫上纽扣的那一刻，我仿佛有了一些预感。我被动地被小美拉着，缓缓地朝着大床走去，紧接着两个人一同坠入柔软的大床里。不得不说，小美在勾引人方面真的很有自己的一番功夫。虽然我已经不是不谙世事的小男生，但是面对炉火纯青的小美，还是有些招架不住。不一会儿，我便感觉浑身火热，看着小美的眼神里都恨不得把她吃干抹净。我最终还是没忍住，化被动为主动，按着小美的脖子，把她整个人都压在身上。我们两个人火热的呼吸彼此交缠着，空气中甚至飘荡着令人害羞的亲吻声。暧昧的氛围里，干柴烈火的孤男寡女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所有人的心里心知肚明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小美突然停了下来，她红着脸娇嗔道：“大哥，你先去洗澡吗？”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太猴急了，赶紧冲进浴室，冷水浇在身上，却浇不灭我体内的欲火。等我迫不及待地冲出浴室，房间里只剩一盏昏暗的台灯。我兴奋地扑向床上拱起的身影，却在黑暗中察觉到不对劲。刚才还热情如火的小美，现在却像条死鱼般毫无反应。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心情纳闷地打开一旁的大灯。下一秒，我惊恐地尖叫出声。只见小美睁着空洞的双眼，腹部插着一把水果刀，鲜血染红了床单。我跌坐在地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明明刚才还活色生香的人，怎么转眼就成了尸体？我害怕极了，没想到原本想占点便宜，却出了这种事情。我只想赶紧离开这里，可是小美的尸体怎么办？小美这副悲怆的样子，看起来并不像是自杀，死不瞑目的样子，仿佛在临死之前看见了和她有着深仇大怨的人。但是现如今在场的人只有我，如果我这个时候报警的话，一定逃脱不了杀人的嫌疑。可是酒店里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，早在我进入这里时就已经留下了痕迹。我如果偷偷离开这里，到时候等警方自己发现，一定会布下天罗地网捉住我。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，慌乱的在原地犹如热锅上的蚂蚁。就在这时，啪嗒一声，房间里的灯突然灭了。当房间陷入黑暗，尸体神秘消失，而手机却收到死者发来的复仇视频。这个男人原本以为只是一场艳遇，却卷入了一场诡异的复仇计划。我跌跌撞撞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摸索，刺耳的火灾警报声让我的心跳得更快了。当我好不容易摸到门口时，却发现门被人从外面锁死了，无论我怎么用力都纹丝不动。就在我绝望的瘫坐在地上时，灯光突然重新亮起。更诡异的是，床上小美的尸体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呆立在原地，大脑一片混乱。刚才那血淋淋的场景明明那么真实，小美死不瞑目的样子还历历在目，怎么转眼间就什么都没了？我颤抖着走进浴室，却在镜子里看见自己浴袍上触目惊心的血迹。这一切都在提醒我，刚才发生的那些事情并不是假的。这时手机突然响起，竟然是小美发来的视频和威胁：“帮我抓住这个人报仇，否则我会拉着你一起的。”作为一个普通的二手车商，我完全懵了。虽然我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，但眼前的一切又无法用常理解释。为了抓出背后的那个人，我只能够装作妥协的样子，一边听从对方的吩咐帮他落实视频里这个男人的身份，一边试图寻找机会查清楚小美究竟有没有死。为了帮助小美调查清楚视频里的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底细，我甚至都把自己的工作撂到了一边。我以为找到了骗我的小美，可当她转过身来，那双充满惊恐和陌生的眼睛让我瞬间意识到，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美。我日复一日地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像只无头苍蝇般四处打探视频中那个男人的消息。终于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，我从一个夜总会保安那里套出了关键信息：那个男人是本地赫赫有名的富豪张世豪，名下有好几个产业园，但私生活极其混乱，身边时刻跟着5、6个保镖。当我战战兢兢地把调查结果告诉电话那头自称小美的人时，他的反应让我毛骨悚然。我不管他有多少保镖，你必须想办法接近他，让他血债血偿。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刺耳，
否则我就把酒店监控视频交给警察，让你背上杀人犯的罪名。就在我陷入绝望时，一个意外的发现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。那天我蹲守在富豪的别墅外，竟然看到一个和小美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挽着他的胳膊走了出来。我鬼使神差的跟了上去，一直尾随到他家楼下。小美，我忍不住喊出声，那女人猛地僵住，却没有回头。我冲上前一把抓住她的肩膀。你装神弄鬼的耍我很好玩是吗？可当她转过身来，那双充满惊恐和陌生的眼睛让我瞬间意识到，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美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声音发颤，女人紧张的环顾四周，突然用力把我拽进屋里。当一个女孩愿意用身体换取你的帮助，你会如何选择？这个男人面对小丽的请求时，发现事情远比想象复杂。我愣在原地，大脑一片混乱。小丽擦了擦眼泪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叫小丽，是小美的双胞胎妹妹。”小美是你杀的？怎么可能？她是我最爱的姐姐。小丽红着眼睛告诉我，那个富豪是如何一步步毁掉小美的人生。原来他以资助贫困大学生为名接近小美，用花言巧语骗取了她的信任。那个畜生先用裸照威胁她，后来逼她去夜场工作。最后，小丽说不下去了，双手紧紧攥着衣角，指节都泛白了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有些不对劲。而我只觉得自己被耍了，生气的同时又莫名的松了一口气。现在知道这一切都是小丽搞的鬼，那我就可以不用再胆战心惊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事就到此为止。以后你别再装神弄鬼威胁我。我转身想走，没想到小丽用力地拽着我的手。她突然解开外套，单薄的白色背心勾勒出姣好的曲线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只要你帮我，我什么都愿意。”小丽的声音都在颤抖，我看得出她的心里一定非常害怕。这一瞬间，我的心里有些动容了。从小都是独生子的我，突然有些羡慕起他们的姐妹情。大哥，求求你了，帮帮我吧！我没忍住，口快地答应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答应了小丽的请求，却没有顺着她的话，真的要了她。毕竟小美会出事，我自己也有一部分原因。当我拒绝小丽的报答时，我从她的眼神里望见了几分光芒。第二天清晨，小丽的电话突然打来，原来是富豪今天准备去城里的一家 KTV， 小丽想让我陪着他一起，偷偷的混进 KTV 里面去接近富豪，从中寻找更多下手的机会。听了小丽的提议后，我犹豫了。KTV 人多眼杂，不失为我们下手的一个好机会。但是也正因为如此，如果到时候出了纰漏，我们也不好脱手。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，对我们都没有啥好处。但是拗不过小丽的一再恳求，我只能同意了。晚上8点，我们装作顾客混进了 KTV。这里的管理比想象中还要混乱，服务生们忙得团团转，根本没人注意我们。趁人不备，我们溜进员工休息室，从更衣间顺了2套服务生制服。正当我们手忙脚乱地系着领结时，休息室的门突然被推开。你们2个，贵宾室缺人手，赶紧过去帮忙！经理不耐烦地催促道。我的心跳瞬间飙到180，后背沁出一层冷汗。此时此刻，更衣室里就只有我和小丽2个人。经理疑惑地看了我们一眼，上下打量的目光令我们不由得感到紧张。然而就在我们担心一切会穿帮的时候，没想到经理竟然直接让我们过去帮忙。小丽有些不愿意，然而我觉得不能打草惊蛇，走一步算一步，否则要是被其他人发现我们的身份，只会被他们从这里丢出去。小丽听了我的建议，然而我们2个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经理口中的贵宾室里的主人竟然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富豪。那个肥头大耳的富豪正瘫在真皮沙发上，像头待宰的猪一样被一群浓妆艳抹的女人围着。他油腻的脸上堆满淫笑，肥厚的手掌在一个女孩大腿上来回摩挲。小丽死死盯着他，眼中的恨意几乎要化为实质。就在这时，经理看着我们2个人还傻傻的站在门口，忍不住催促道：“还不赶紧过来，在那里傻站着做什么？”经理的声音引起了富豪的注意力，他将目光移了过来。当发现小丽的那一刻，我从他的眼神里发现了几分震惊。果不其然，小丽和小美8分相似的脸庞也让富豪震惊到了。这一刻看着富豪诡异的样子，我的心里更加坚信他和小美的死肯定脱不了干系。下一秒，富豪伸手指着小丽：“你过来。”小丽心虚的看了我一眼，我安抚的给了他一个眼神。小丽顺从的走到了富豪身边，紧接着便被富豪拉到了大腿上。包厢里顿时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。那些被赶走的女人临走时，恶狠狠地剜了小丽一眼，有个穿红裙子的甚至故意撞了她一下，嘴里低声咒骂着狐狸精。经理犹豫地收下那摞钞票，临走前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：“好好伺候王总，别出什么岔子。”当厚重的隔音门咔嗒一声关上后，空气仿佛瞬间凝固。富豪那双肥腻的手像铁钳般死死箍住小丽的腰。我注意到小丽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掐出了几道白痕。你知道吗？你和我一个老朋友简直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特别是这双眼睛。小丽的身子明显僵了一下，但很快又娇笑起来。王总这么说，想必这位故人在王总的心里一定还有别的分量吧？富豪笑了笑，没有再继续深究下去。接下来，小丽整个人仿佛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脉，一个劲儿地对着富豪谄媚。富豪的眼睛一刻也舍不得从小丽的身上移开，2个人氛围正好，又是玩游戏，又是嬉戏打闹。我默默地守在一边，看着小丽卖力舞弄的样子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。1个小时后，富豪在经过小丽一连贯的灌酒以后，整个人显然已经有点飘飘然了。直到看见富豪再也支撑不住，倒在沙发上的那一刻，我和小丽的脸上自发地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小丽惊喜地回过头来，一脸激动地看着我。我看着显然已经失去意识的富豪，心里也默默地松了一口气。可是眼下还不是庆祝的时候。富豪假装醉酒，反将想要复仇的小丽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设下的圈套。2人拼命逃跑，身后黑压压的保镖紧追不舍。而更绝望的是，帽子竟然不相信他们的指控。就在不久前，我拉着小丽躲在角落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趁他喝醉，赶紧套话。等他醒了，
咱俩就完了。小丽会意的点点头，扭着腰肢凑到富豪身边，一边灌酒一边套话。我举着相机躲在暗处，手心全是汗，想着只要能录下他亲口认罪的证据，就能把他送进大牢。可这老狐狸醉得东倒西歪，话却滴水不漏。小丽哄了半天，他只承认那天晚上派人动了手，死活不肯说自己是主谋。更气人的是，每次眼看就要问出关键，他就突然闭紧嘴巴装睡。折腾了半个多小时，我俩急得直跺脚。小丽突然失控，冲着烂醉如泥的富豪尖叫：“就是你害死我姐的！”没想到话音刚落，那家伙猛地睁开眼，嘴角挂着瘆人的笑。原来是给小美报仇的妹妹啊！我说怎么长得这么像？我和小丽吓得倒退2步，相机差点掉在地上。富豪慢悠悠坐直身子，哪还有半点醉意？这点酒就想灌醉我？不装醉怎么引你们上钩？我这才明白中计了，拽起小丽就往门外冲。富豪扑过来要拦，被我一把推倒在沙发上。他气急败坏的喊保镖。我们没命的跑过3条街，拐进小巷才甩开追兵。躲在垃圾桶后面喘气时，小丽抖着声音说：“报警吧，大哥！”骗我咬着嘴唇没吭声，没证据帽子能信吗？可眼下实在走投无路，只好硬着头皮去检察局。帽子听完我们的哭诉，果然只是把富豪叫来问话。那混蛋在检察局装的人模狗样，不到半小时就大摇大摆走了。我和小丽站在检察局门口，看着他的豪车扬长而去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生死一线间，我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。当富豪妻子持刀扑来的瞬间，我本能的护住小丽，那一刻才懂之前看他接近富豪时的烦躁。这场险象环生的复仇，最终让我们看清了彼此的心意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还得从几天前说起。富豪出来后，不仅没受惩罚，反而派人天天骚扰我们。我和小丽东躲西藏，日子过得像惊弓之鸟。就在我们走投无路时，一个自称富豪妻子的女人找上门来。她穿着素雅的连衣裙，说话轻声细语：“我可以帮你们。”原来富豪是靠他娘家发迹的，这些年却在外拈花惹草。说到小丽姐姐的事时，她眼圈泛红，说不能再让丈夫害人了。小丽听得直掉眼泪，当场就答应合作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看着小丽期待的眼神，只好把疑虑咽回肚子。有了富豪妻子的内部消息，我们很快收集到关键证据。法庭宣判那天，富豪被押走时还恶狠狠瞪着我们。我和小丽高兴地去吃了火锅，回家路上却总觉得有人尾随。刚进小区，一个黑影举刀扑来，我猛地推开小丽。月光下，富豪妻子狰狞而扭曲：“你们都得死！所有勾引他的贱人都该死！”他疯狂挥舞着水果刀，突然从绿化带冲出来按住他时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湿透了。其实我早就起疑了，那些证据来得太容易，所以我暗中联系了刑警队长。后来才知道富豪妻子才是真正的疯子，她利用我们除掉丈夫还想灭口。结案那天，小丽在夕阳下突然抱住我，我才明白当初看她接近富豪时，心里那股酸涩是怎么回事。